我叫阿芝，是天上的仙女，人间百姓尊称我为九女娘娘。3年前，为了报恩，我用自己的仙骨逆天改命，强行将刘根文从鬼门关带回来。根文，阿芝，你要的霓裳花，我摘到了。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因为你说你需要它，我想让你开心。你笑一下好不好？我不会让你死的。九女娘娘，你快住手！仙骨有缺，你就回不去天庭了。这是我的因果，他救我一命，我何该还他一命？失去了半副仙骨的我变得虚弱丑陋，可他不嫌弃我容貌有损，对我悉心照顾，真心求娶。我被他的真情打动，与他结为夫妻。在仙骨的庇佑下，根文连中3元，家中的日子也蒸蒸日上。他对我也始终一心一意。唯一忧心的是，凡人之躯想彻底融合仙骨，需1000日之久。此间若有任何意外，他都会有性命之忧。好在过了今晚子时，便满1000日，仙骨便能与他彻底融合，从此他便能共享我的仙人性命，长生不老。根文，根文，他是谁？我万万没想到，与我生死相许、恩爱不移的好夫君，竟带回来一个女人。你就是刘郎娶的那个乡下夫人。天哪，你脸上长的这是什么？简直跟癞蛤蟆的皮一样，好恶心啊！秋秋，你怎么能这么说？阿芝，你别难过。你打我！阿芝，你怎可随意打人？给娇娇道歉。他那么侮辱我，你看不见吗？你还让我给他道歉？他到底是谁？要死了！你打那个狐妹子也就算了，怎么能打根文？他可是你夫君。阿芝，母亲不可无礼。这位是福安郡主，皇上已为我与郡主赐婚。郡主？那不就是王爷的女儿？我儿娶了王爷的女儿，还不快给郡主行礼？赐婚？那我呢？刘根环，你是想要抛妻弃子吗？你为我操持家中多年，我当然不会辜负你。我为你争取到了平妻之位。平妻？好一个平妻！小心点，你还怀着孕呢。等孩子生下就抱去郡主膝下。你还想抢走我的孩子？刘根文，你还记得求娶我时，对着九女娘娘的神像发过什么誓吗？九女娘娘在上，我刘耕文愿娶阿芝姑娘为妻，此生一心一意，如若负心，便叫我日日吞针，夜夜噩梦，不得好死。原来是吃醋了。放心，我虽娶了她，但我真心爱的唯你一人，这不算负心。是吗？可在我这儿算。我虽失了羽衣和半副仙女，仙力微薄，但谁叫你是在我神像前发下的誓言？这点仙力我还是有的。刘根文，你敢娶她进门，必将不得好死。刘根文，你敢娶她进门，必将不得好死。你说什么？看来老天还是有眼的，偏让你在仙骨融合的最后一日暴露了真面目。你怎么如此善妒？就因为我儿要娶郡主，竟然就这么诅咒我儿？不是诅咒，是誓言应验。负心者必死无疑。反了天了！你敢对婆母不敬，你这是忤逆不孝！儿子，你现在就休了他！阿芝，你怎么如此不懂事？你一个孤女，貌若无嫌，只有我不嫌弃你，愿意娶你。我为你牺牲那么多，你就不能为了我忍忍吗？我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能给你更好的生活？为了我好，少恶心我！难道没有我你就不想往上爬了？得了便宜还卖乖？好得很！枉我冒着得罪皇上的风险为你求来平妻之位。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当个妾吧。等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抱给郡主抚养。
免得被你这等恶毒的娘亲给教坏了。这是什么眼神？不服气？我在看当年那个会为我拼命的男人，究竟是怎么变成今日这样？还是说，你其实一直是这种人，只是之前装的太好？行了，你这个丑八怪，刘郎还愿意养着你，没羞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个仁至义尽，刘耕文。2年多前，你从山崖上摔下，却毫发无损。你以为是你命大吗？不，那是因为我乃天上的仙女，所以当日我抽了自己的半副仙骨，强忍为你续命。我脸上这些黑斑，便是逆天而行遭到的反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居然说自己是仙女，太可笑了。你要是仙女，我就是天后娘娘了。休得对我母亲无礼！你还真演上了，刘郎，你看他像不像个戏台上的丑角？也是，你这尊容，演丑角都不用上妆。此女年纪轻轻，竟恶业缠身。她堂堂郡主，却看上刘耕文，恐怕有别的目的。不想死的话，最好离这女人远一点。好了，阿芝，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你编出这等瞎话，不觉得实在太荒唐了吗？你不会是看郡主身份高贵，而你只是个低贱的乡下村妇，所以就想编出个仙女的身份来压郡主一头吧？真是太可笑了！我没有撒谎。当年你坠崖却毫发无伤，而我在那之后一夜间生出满脸黑斑，并大病一场。你放屁！谁知道你是得了什么病，还是做了什么孽，才长出这满脸黑斑来？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你休想编出什么救命之恩来逼我儿子放弃与郡主的婚事。若真有什么救命之恩，你当时为什么不提？对，若真是你救了我，你当年为何没对我说过？我真没想到你为了不让我迎娶郡主，竟能编出这样的谎话来。阿芝姑娘，你也别不甘心。若不是刘郎当年瞧你可怜，你这样的身份给刘郎做个通房都是抬举。本郡主都没计较你为平妻，你有什么可计较？你瞧瞧，郡主多么通情达理，偏你非要无理取闹，到底是乡野村妇，上不得台面。阿芝，人要有些自知之明。我儿如今状元及第，是皇上面前的红人，未来前途不可限。你一个样貌丑陋的乡下姑女，何能当他的正妻？你可别把情分都做没了。婆母原来还记得情分，我以为你忘了。你儿子与我成婚前，你家中是个什么情况？家徒四壁，穷得连药都买不起，只能靠你儿子亲自去山中采药。娶了我后，你们刘家才开始万事顺遂，连你那一身操劳过度的旧疾都奇迹般恢复。左邻右舍谁不说我是你们刘家的福星？什么福星？不过是那些人随口说说的话，也就你这种乡野出生的才会当真。好，你不认没关系，我能给的就无收。你说什么？我说你既然如此忘恩负义，那你这条命我今天就收回来。当年我下凡追杀恶蛟，重伤被他所救。大胆恶蛟，胆敢私闯天庭，偷吃七彩云霞，还不速速束手就擒！你醒了。是你救了我。刘郎儿啊，你到底怎么了？你别吓娘啊！你这毒妇！我不过是要娶郡主进门，你居然就敢给我下毒！信不信我休了你？怪凡人总说人心易变，他如今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模样，我也不必再手下留情。好疼！看来是我强行抽仙骨动了胎气，这孩子怕是要提前生了。我要生了，快帮我叫产婆！贱人，赶紧把解药交出来，不然我这一刀下去，你猜你的肚皮够不够厚？能不能护着你肚子里的贱种？我没有下毒。不疼了。哎，我不疼了。
这是我丢失的雨衣，这是我丢失的雨衣，是你救了我。姑娘，可还有哪里不舒服？我的雨衣呢？你救我时可曾见到我的雨衣？在下未曾见过。难道是被那恶蛟的污秽血水冲蚀损坏了？我的雨衣为什么会穿在他身上？什么你的雨衣？这是我在京城锦绣绣坊为郡主定制的流仙裙，你这乡野村妇胡乱说什么？我当年问你救我时可曾见到，你说不曾，原来竟是被你给偷偷藏了起来。若不是丢失了雨衣，我怎么会无法回天庭？你要干什么？我的雨衣你不配穿！啊，贱人，你这用的是什么妖法，竟敢扒郡主的衣服？我本来可以回家的，你救我一命，我已经无憾了。可你私藏了我的雨衣，害我无法回天庭。你又在胡言乱语什么？不过是件衣服，你想要我给你买就是了。谁稀罕？我要的是回家，而你害得我再也回不去了。你该为你的所作所为来付出代价。果然是你，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啊？我知道错了，你放过我，我们是夫妻啊！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孩子再忍一忍，等安妮处理掉这些烂人，安妮带你走。贱人，你快放开我儿子！妖怪，他果然是妖怪！杀了他，必须杀了他！儿子，你没事吧？好得很啊！我怜你病痛缠身，将我仙力加持的本命金簪赠你护身，让你免受病痛折磨，你却用它来伤我。我病好了，是因我诚心供奉九女娘，跟你这破簪子有什么关系？你这毒妇敢对自己夫君动手，就该被拉去天堂去！我可真是眼瞎，没看出你们忘恩负义的本性。你救急能痊愈，是因为我自愿分了一丝气血给你，但你如今伤了我，毁了阴魂，以后不能再享有我的气血。祸水了，他这是要生了！快把抬到床上去！你忘了他刚刚要杀你，趁现在弄死他。但他腹中怀的是我的孩子，那就剖腹取子。要是乖乖当个平妻，怎么会闹到这地步？所以你也别怪我，是你自己不好。阿芝的命登江西，他出事了。阿芝现在何处？回禀天后，九女娘娘3日前下凡去追捕那偷吃七彩银匣的恶蛟，至今未归。点上人手，随我下节救小九。是乖乖的当个平妻，怎么会闹到这地步？所以你也别怪我，是你自己不好。你这个畜生，你会不得好死的！糟了，我如今即将临盆，竟连一点仙力都使不出来了。柳根文，你住手！我乃九女娘娘下凡，你敢伤我，上天必降下天罚，叫你刘家世世代代厄运缠身，不得善终！真是疯了，说自己是仙女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敢冒充九女娘娘，你是真不怕被天打雷劈啊！仙凡相遇本就触犯天条，恐怕是我腹中这仙凡结合的婴儿引来了雷劫。九女娘娘恕罪，都是这疯妇玷污您名位，我们是万万不会相信的。九女娘娘息怒，我们这就杀了这疯妇向您赔罪。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动手？你还犹豫什么？天雷都要劈下来了，她就是妖，是会害人的妖，她肚子里的孽种也不能留。我以九女娘娘之名，诅咒你们厄运缠身，不得好死，死后永堕畜生道！我没想杀那孩子的，是他自己命不好，出来就没气儿了。看在他也是我孩子的份上，我会好好安葬他。你下去后别来找我。我原以为邪祟最为可怖，凡人弱小是我应当守护的，却不想人心之恶胜于邪祟100倍。阿芝。
当年将我从深潭中救出的人，真的是他吗？阿芝，不好，阿芝的神息微弱，必须立刻找到他。不，阿芝，阿芝的灵雀。天后娘娘，快救救九女娘娘！他们把九女娘娘丢进深潭里了。什么？阿芝，仙骨缺失，失血过多，仙力枯竭。到底发生了何事？你怎会像这样？不怕，母亲救你。母后，是何邪物将你伤成这样？母后，女儿有罪，女儿未能度过情劫，贪恋红尘，与凡人相恋生子，落得如今下场，是女儿咎由自取。三圣母思迷，被压华山；瑶姬动情，被震桃山。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你身为我的女儿，怎会明知故犯？我的羽衣，你不配穿！这刘家人胆敢欺你、伤你，那便降下一场业火，将他们烧得魂飞魄散吧。母后，你莫不是对那凡人还有不舍？不，这丑女儿想亲手报。刘家这些年沾我光，享受到福运、气血、官运、寿寿，我会一一收回。我要让他们重新回到那贫困潦倒、病骨之恩、霉运缠身的泥沼里去。他们生不如死，方解我心头之恨。一拜天地。刘大人真是好福气，前脚高中状元，后脚迎娶郡主，这可是一步登天啊！可不是嘛，升官发财死发妻。听说他那乡下原配命薄，偏在这时候难产死了。嘘，这话可不能说啊！二拜高堂。根文，你怎么了？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刘大人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吐血了？莫不是那遭感妻死的冤回来索命了？什么人在嚼舌根？信不信本郡主斩了你的舌头？大夫，快叫大夫啊！我儿到底怎么了？刘大人他分明已现死脉，却不知为何还能活着。刘根文，2年多前你从山崖上摔下，却毫发无损。你以为是你命大吗？不，因为我乃天上的仙女，所以当日我抽了自己的半副仙骨，强忍为你续命。老阿芝说的是真的？不可能，他若真是神仙，怎么可被我杀死？周太医，你可是太医院院手，是全国医术最好的人，你一定有办法救刘郎的，对不对？从脉象上看，除非大罗神仙显灵，否则刘大人怕是活不过今晚了。老爷，好消息！城外九女庙中神像忽然金光大作，庙祝说九女娘娘真身降临，为诚心的信奉者赐福消灾，赐其心想日成，长寿无灾。庙祝代表九女娘娘给您送来了请帖。我就知道我儿福大命大，神仙这不就显灵了吗？不枉费我这些年一直潜心供奉九女娘娘。我一拿到帖子便感觉好了很多，九女娘娘果真灵验。夫人，快备上厚礼，我们立刻去九女庙，求九女娘娘赐福。就怕你们不来呢。福安郡主到，状元郎到，闲杂人等统统闪开！这群人怎么回事？竟然敢不给本郡主让路！去，把他们都赶走，别让他们影响刘郎请九女娘娘赐福。九女娘娘普度众生，你等如此仗势欺人，就不怕九女娘娘怪罪吗？就是，郡主就可以随便赶人了吗？贱民，敢对本郡主无礼，把他给本郡主拿下！郡主，
九女庙前莫要多生事端，和这些普通香客一般见识。我有庙里代表九女娘娘亲自送来的请帖，乃九女娘娘看重之人，尔等如此无礼，待会儿我定要向九女娘娘禀明，让她降罪。九女娘娘，你为何要给那负心的畜生一家送去请帖？你都不知道他们一家在庙前有多嚣张。要我说，你就该直接把他大卸8块。死得这么容易，未免也太便宜他了。那咱们也可以抓了他，慢慢折磨，让他下18层地狱。不够，报复一个人，就要一步步毁掉他最在乎的东西，钝刀子割肉才最痛。不懂。刘耕文为攀高枝不惜杀我，所以在弄死他前，我要先在众目睽睽下揭穿他的真面目。我要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摔得粉身碎骨。而且，我怀疑当年他深潭救我之事另有蹊跷。今日我要当众查个清楚。不可直视神像，对九女娘娘不敬。九女娘娘在上，在下刘耕文，愿以3生5礼供奉娘娘，求娘娘赐下福泽，保佑在下身体康健，官运亨通，早日封侯拜相。好的，你会病重缠身，霉运亨通，早日烂成一块烂肉。若娘娘肯赐福，西南之为娘娘重塑金身，扩建庙宇，让娘娘香火鼎盛。显灵了！九女娘娘真的显灵了！阿芝，阿芝，你怎么可能还活着？看见我还活着，你很害怕，是怕我在这里将你做的畜生事都抖落出来吗？住口！你这贱人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敢来这里闹事！你们这3个黑心烂肺的东西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大胆！你竟敢对九女娘娘不敬，请九女娘娘降下神罚，惩戒此人！请九女娘娘降下神罚！蠢货！你们眼睛都瞎了吗？这贱人根本不是九女娘娘。我说你哪来的胆子来这里闹事？原来是打算冒充九女娘娘。不过这身行头也太寒酸了。你说的对，我如今这行头确实寒酸了些。毕竟你身上的才是我的神仙羽翼。我警告你，这里可是九女庙，你敢在这里闹事，九女娘娘不会放过你的。真有意思，用九女娘娘压我，但我就是九女娘娘。你这蠢妇，居然如此不知死活，还敢说自己是九女娘娘！行，这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这九女娘娘仙人之姿，容貌倾国倾城，怎会是这副丑陋的模样？难道她真是冒充的？可她方才从天而降，分明是仙人之姿。那不过是些杂耍团用来骗人的戏术。这女人就是个无父无母、乡野长大的孤女，最会装神弄鬼骗人了。看见了吗？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胡闹。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你自己离开，我可以饶你一命。说了这么多，你怎么就不敢直接说出我的身份？是怕他们发现你是个杀妻杀子的畜生？贱人，你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娘，贱人，你敢伤我娘！贱人，你居然敢伤刘老！我为何不敢？他这条命都是我给的。刘耕文，你不敢说出我的身份，没关系，我来说。贱人，你给我住口！来人，快将这疯女人拖下去，乱棍打死！快退下！刘耕文，你敢不敢告诉大家，我是你的发妻？什么？当年他摔落悬崖，重伤濒死，是我硬生生抽出自己的半副仙骨救活了他。因为逆天而行，我受到天罚，毁了容貌。成婚后，我日日织布，供他读书。可他考中状元后，却为了攀上福安郡主，逼我自请为妾。这不就是陈世美吗？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这种人日后要是当了官，也定是个会贪污受贿的狗官吧？住口！你们别相信她的话，这女人就是个疯子，她说的话全都是胡言乱语，毫无证据。你们别忘了，我可是得了九女娘娘庇佑和赐福的。我若真是恶人，九女娘娘怎会赐福于我？因为神仙也难测人心恶毒，庇佑和赐福你，
是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所以今日我便拨乱反正，收回你这条命。你们快看他的脸！刘根文，今日我便拨乱反正，收回你这条命。今日我将与你们彻底了断因果，你们因我而享受到的一切福祉，都将被收回。准备好迎接属于你们的报应吧！贱人，你对我儿做了什么？九女娘娘，真的是九女娘娘临凡了！我等愿为娘娘塑金身，日夜供奉香火灯油，求九女娘娘赐福庇佑。都起来吧！不准跪！这贱人根本不是九女娘娘，她就是个妖女。这贱人方才分明是吸取了我儿的阳气，不然我儿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此等吸人精气、滋养自身的行为，不是妖女是什么？你们对着妖怪叩拜，小心他也吸干你们的精气。这不能吧？蠢货！刚刚他可是亲口说了，她是刘郎的发妻。她若真是天上的仙女，怎么可能嫁给凡人，为他生儿育女？这女人就是个劈了我儿媳皮的妖怪！我那儿媳前几日不幸难产而亡，我亲眼看着她下葬的，她怎么可能死而复生？一定是被什么山精野妖借尸还魂了！难产而亡，事到如今你们仍不知悔改，满口谎，当真是该死！天道在上，我天庭九女娘娘阿芝在此清算恩怨，惩戒恶人，此乃神罚。你要做什么？我好疼啊！我的好疼啊！好疼！肚子好疼！我的儿啊！贱人，你对我儿做了什么？不过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被你生生剖开肚子的痛楚，你也该亲自体验一番才是。我错了，阿芝，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求饶若是有用的话，你当时为何没有放过我？蛊毒尚且不识字，你为了攀上高枝，却能毫不犹豫地对我剖腹取子，残忍杀害了我腹中已足月的胎儿。剖腹取子，疯了吧？这还是人吗？说他是畜生都侮辱畜生了吧？什么剖腹取子？你胡说！我儿媳明明是难产而亡。原来你也知道你们做的事见不得人。我那苦命的儿媳呀！你生前与我儿恩爱非常，最是孝顺贤惠，不想死后竟要遭此大劫，被这等妖孽强占了身体，如此败坏你的名声。我不知道你这妖女是受谁指使要害我，但你有什么冲我来？我妻子是无辜的，求你把她的尸身还给我。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我真是看不懂啊！我看戏文里都说状元乃文曲星下凡，这刘状元的面相瞧着也不像是恶人。是啊，九女娘娘可是神仙，怎么可能被凡人蒙骗？我觉得状元郎一家的话可信些，他这等狠辣手段也确实更像妖物。好一张颠倒黑白的嘴，当真是厉害。分明是你这妖女颠倒黑白，我只是戳破了你的谎言。行啊，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妖物，又说你们受九女娘娘赏识，那不如你求求九女娘娘，看看她会不会惩罚我。怎么，不敢？九女娘娘在上，这妖孽胆大包天，敢在您的庙宇前闹事，求您显灵，狠狠惩戒。灵验了，妖女看见了吗？九女娘娘听见了我的祈求，要惩罚你了。妖女看见了吗？九女娘娘听见了我的祈求，要对你降下神罚了。是吗？这可是能审判世间一切罪恶的天雷，专瞥恶贯满盈之人。你敢与我一起去雷云下接受审判吗？妖女，你胆大包天，冒充九女娘娘来这里闹事，将刘郎害成这般模样，现在知道害怕了。我怕什么？该害怕的另有其人，对吗？刘根文，刘老夫人。老夫人在犹豫什么？莫非她真的心中有鬼？不能吧，这天罚的雷云，不就是她向九女娘娘求来？老夫人，你还在犹豫什么？赶紧让天雷劈死这个冒充九女娘娘的妖物！不会有事的，我这些年给九女娘娘供奉了那么多香火和香油，九女娘娘分明是庇佑我的，而我儿乃状元，自有文魁之气护体，所以被劈的人只会是这个妖孽。我怕什么？你准备受死吧！请天雷变正邪！天雷有眼，专劈恶人，
如今谁正谁邪，大家都看明白了吧？看来恶人没有批完，让本仙想想，刘夫人向本仙求来的天雷神罚，下一个该批谁呢？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状元，还是你这个草菅人命的恶毒郡主？你怎么可能真是九女娘娘？狗东西，你眼睛瞎了吗？敢冲撞本郡主！郡主恕罪，属下刚刚查到，庙祖带着庙中所有的侍从都去了后山的请仙台，恭迎九女娘娘真身降世。你说什么？九女娘娘还未降世？是，庙主诸人皆在请仙台恭候。我说你这贱人哪来那么大胆子，来九女庙冒充九女娘娘？原来是九女娘娘尚未降世。怎么，你不打算跑了？该跑的是你这个妖孽吧？什么天雷神法，也是你使的妖法吧？识相的就撤了你用在刘郎和老夫人身上的妖法，赶紧滚！不然等庙祝接了真正的九女娘娘过来，你再想跑可就晚了。等庙祝接了真正的九女娘娘过来，你再想跑可就晚了。你这么一说，倒确实是我的错。这还差不多，赶紧撤了你的妖法，我会让刘郎跟九女娘娘求个情，留你个全尸。是我太不冷静，一看见你们3个畜生出现，就急着赶过来收拾你们，竟忘了给庙舅传个信，害他们在后山空等许久。灵雀，去请仙台给庙祝传个话，就说我已到庙中，让他们速速回来。好的，能沟通灵兽，她真的是九女娘娘。狗屁的沟通灵兽，不过就是叫来只破鸟，装模作样的跟他说2句话而已。阿大，瞧见了吗？不过是召唤只鸟而已，也就能骗骗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蠢货了。还真是如俗话说的那样，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罢，你认不认我的身份，都不耽误我代表天道审判你。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郡主，你敢伤我，我父王定会让人将你挫骨扬灰。若郡主出事，他父王归罪下来，我的仕途也就到头了。不行，我不能让他出事。小小年纪便恶业缠身，不知沾了多少条人命。行了，我可是你丈夫，身为妻子，你该出嫁从夫，我不准你伤害郡主。刘根文，你这么想攀上高枝，那你想不想知道沈娇娇这个郡主凭什么看上你这么个毫无家世背景还已经娶妻的男人？自然是因为我才华出众，一表人才。不，因为他作恶多端，被恶业缠身，注定是短命之相，腹中的鬼胎更是生不出来。而你身上有我仙骨的千日滋养，福泽深厚，他想借你的运势。什么？你说什么？郡主，他说的是真的吗？你什么意思？你相信这个贱人污蔑我的话？郡主息怒，我不是说我污蔑你，那你敢不敢接受天雷的审判？什么天罗神法，不过是你这妖女使的妖法罢了。你有本事给我等着，本郡主现在亲自去后山迎九女娘娘过来治你。你可以否认我的身份，不认天雷审判，可你腹中的鬼胎，你没法不认。在场的诸位，可有会医术的来给他看看？老婆子是10里8乡出名的接生婆，别的不敢说，这妇人有没有怀孕，我一摸便知。哪来的贱民，也配给本郡主把脉？滚！把脉还是被天雷劈？你选一个。不用瞧了，本郡主确实是有了身孕。你竟真拿我当冤大头！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你一个1穷2白的穷书生，能给我的孩子当爹是你的福气。识相的话，乖乖认下这孩子，本郡主会让父王提携你；不然的话，本郡主捏死没背景的状元郎，就像捏死个蚂蚁一样容易。郡主教训的是，能被郡主垂怜是在下的福气。刘根文，你为了攀高枝，还真是连脸都不要了。可惜，就算这样，你也没有享福的命，因为仙骨我已收回，靠着仙骨残留着你体内的仙力，你最多还能活7天。你说什么？当年被我用仙骨强行压下的伤势，会在这7天内尽数爆发出来。你会清晰地感受自己的5脏6腑一点点腐烂，你会痛不欲生，但却又因仙力吊着而无法咽气。你会求收不得，求死不能。你就这么恨我吗？居然用这么恶毒的话来咒我！不是咒你，而是事实。
你到底给我下了什么妖术？刘根文，这些年你当真从未想过，为什么自己明明坠崖濒死，最后却能毫发无损？你想过，你那么聪明，在看见我脸上一夜间爬满黑斑后就联想到了吧？你意识到了我的特别，所以一点不嫌弃我脸上可怖的黑斑，坚持要娶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听得懂？实话告诉你吧，你和你娘本该是钱财难聚、六亲疏远、终生多灾寡诛的薄命命格。你胡说！大师明明说流浪命格极贵，那是因为我用自己的福泽庇佑他们，改了他们的薄命之相。郡主，你看中他福泽深厚，想用他的福泽压你的厄运，所以费尽心思弄死他。可你想不到，真正福泽深厚的是我吧？不可能！恭喜你如愿和这薄命之人成婚，夫妻一体，你会分担他的痛苦折磨，最后与他一起不得好死。郡主，你别听这疯妇胡说，他就是恨我才想挑拨我们的关系。那你们就看看我是如何收回我赐给你们的福泽吧。儿啊，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浑身都在疼？不可能，这一定是你使的妖术。我是状元，我是文曲星下凡，我不可能是薄命的命格。为了九女娘娘亲自送的请帖，你一个小小妖物，我才不怕你。等庙祝将九女娘娘接来，一定会替我消除你这妖物给我下的妖术。看，庙祝他们回来了。那轿辇里坐的一定就是真正的九女娘娘了。太好了，真正的九女娘娘终于来了。娘，别怕，九女娘娘来了，您会没事的。贱人，你不是能装吗？如今真正的九女娘娘要来了，我看你还怎么装？现在想跑了，晚了！来人，给我把这妖女围住，别让她跑了！你就等着我将你的恶行禀明九女娘娘，让她将你这妖物打回原形吧！我以为你们是故意装傻，没想到你是真傻。见过道长，见过九女娘娘。二回居士是？在下刘根文，您让人以九女娘娘的名义给在下送了请帖。确实是九女娘娘特地降下神谕，让贫道给二位施主下的请柬。天哪，竟是九女娘娘亲自下的神谕！原来状元郎和郡主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是真的受九女娘娘青睐，所以刚刚的女人真是假冒的，我不差点真的相信了。什么假冒的？有不怕死的妖女，趁您去接九女娘娘之时冒充九女娘娘，还对我们使用妖法。您看，她将我母亲害成这样了。什么？竟有此事？那妖孽何在？就是这个妖女，道长，您可定要狠狠惩治这不知死活的妖孽！贱人，你死定了！弟子恭迎九女娘娘临凡。什么？弟子恭迎九女娘娘临凡。起来吧。不可能，她怎么可能是九女娘娘？道长是不是认错了？是啊，妖物总会一些易容变幻的本事，您仔细看看，可莫要被她的妖术给蒙蔽了。住口！休得对九女娘娘不敬。贫道潜心侍奉九女娘娘多年，岂会认错？我不信，你们接回来的才是九女娘娘！蠢货，蠢货，蠢货！你明明是我儿媳，日日在家织布绣花，操持家务，为我侍奉汤药，甚至还替我擦身洗脚。这样的你怎么会是天上的仙女？原来你还知道我做了多少啊！可你还是选择忘恩负义。你和你儿子都该死！3年前，九女娘娘为报恩，舍半副仙骨救你性命，后又牺牲自身的福落，助你们刘家蒸蒸之盛，祝你一路高升，考上状元。可你一朝得势，未攀高枝，竟对九女娘娘痛下杀手！不，我没想这么做的，是他，是郡主容不下阿芝，是他逼我杀阿芝的。贱人，你以为你现在往我身上推，他就会原谅你吗？剖腹杀子和抛尸可都是你亲自动的手。他可是恨透了你，巴不得你不得好死。阿芝，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之前也一直很恩爱的份上，你原谅我一次吧。我知道你伤心那个孩子，我可以再陪你一个孩子。刘根文，你知道吗？仙骨入体需要1000日的时间融合，融合后你就能脱胎换骨，拥有踏上仙途、长生不老的机会。而你对我动手那天，正是第1000日。是你自己斩断了自己的青云路。哦，忘了，你如今连生路都要断绝了，也不需要什么青云路。
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对你有救命之恩。救命之恩在你毫不犹豫杀害我，将我抛尸深潭的时候就断绝了。何况当年真的是你救了我，当年真的是你救了我吗？阿芝，你怎么会这么说？当然是我救了你。我知道了，因为你和我辜负了你，想要杀了我，所以你就故意否定我对你的救命之恩。无知小儿，你竟敢用如此龌龊的想法揣度九女娘娘，该掌嘴！总之，你这条命就是我救的，你别想否认这点。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能杀我。刘根文，你该明白我乃仙人，只要我想查，任何事情都瞒不过我。但我还是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肯说真话，我便信你真心改过，给你条活路。不可以，九女娘娘，你说了要杀他的。放心，他活不了。他要是真能查到，怎么可能3年都没发现真相？这么说肯定是在诈我。若说出真相，才更没有活路。当然是我救了你。当时你受伤坠入深潭，是我将你从深潭里救上岸，又悉心照料，直到你苏醒。唉，你还是不肯说实话。你凭什么这么说？就知道你不会服气。为了证明真相，我只能对你搜魂，读取那段记忆，让大家都看一看。搜魂？放心，搜魂读取呈现出的记忆，大罗神仙也无法篡改，定能证明你的清白。支持九女娘娘搜魂。当然，搜魂时出现脑中如万千细针穿刺、头痛欲裂、浑身抽搐以及短暂七窍发明，都属于正常反应。我不要搜魂！现在后悔晚了。刘根文，其实我没打算给你活路，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搜魂，但若我一开始就说要搜魂，未免显得我手段太过残忍，所以我假装给你选择。我知道你一定会撒谎，一定会狡辩，如此我才能合理的提出搜魂，证明真相。兄台，我没力气了，老将拉我一把。这女子穿着打扮如此华丽，又生得如此貌美，定是富贵人家的女儿。若我得了这救命之恩，让这女子以身相许，日后岂不是能平步青云？你为何？天道，他这不仅是冒领了别人的救命之恩，还谋害了九女娘娘真正的救恩人啊！如此心思歹毒之人，应当被千刀挂挂。原来从头到尾你和我之间都没有恩，只有算计和仇恨，你当真该死！不，你不能杀我！你是天上的仙女，仙女应该慈悲为怀，怎能杀害凡人？金刚怒目，所以降服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少女娘娘，取你性命乃恩怨分明，善恶有报。差点一时冲动，真让你死个痛快。你忘了我刚刚说的吗？为你续命的仙骨我已收回，你的寿命还剩下7日。这7日里，你的5脏6腑会一点点烂掉，将忍受剜心蚀骨之痛，只能眼睁睁着看着自己这烂成一滩烂泥。我不要，阿芝，我错了，求你饶了我。好痛啊！杀了我，求你杀了我吧！观主可会觉得本仙手段太过残忍，不似神仙所为。贫道只觉得九女娘娘您实在太过仁慈。好懂我吧！此罪人谋财害命，不敬神明，弑妻杀子，死后当下刀山地狱，受刑64万载。您只是让他痛上7惹，实在是想成大戒了。观主所言甚是，本仙如今也觉得7天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求女娘娘饶命！是刘根文，他本就薄情寡心，他从未真心待你。就算没有我，他也会为了别人背叛您的。我也是被他给哄骗了，我这就和这负心汉断绝关系。你和刘根文还真是一样的人，大难临头各自飞。但你2人的缘分可是踩着我的性命得来的，怎能如此轻易便散了？夫妻就当共患难，从今往后，你分担他的痛苦，他共享你的寿命。将这群人丢山去，莫要脏了九女娘娘的道场。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诸位善信不必惶恐，尔等只需以他们为戒，切记不行恶事，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谨遵九女娘娘教诲。我的膝盖不痛了，我的眼睛也突然变得清晰了。诚心向善，无自护佑。多谢九女娘娘赐福，吾等定行善积德，前行共贺。刚刚取回仙骨，不需去后山闭关打坐融合，接下来便劳观主费心。九女娘娘放心，今日赐福盛会到此为止，诸位信善稍后可如常去庙中上香祈福。求签问卜，九女娘娘慈悲，会庇佑诸位，为诸位指点迷津。恭送九女娘娘。求九女娘娘大发慈悲，救救我家公子吧！这位香客，今日赐福大典已经结束，九女娘娘消耗太多仙力，需闭关休养。我家主子被邪气入体，好不容易才等到九女娘娘临贤。莫急，贫道是九女庙的庙主，得九女娘娘点拨，亦修行多年，不如先让贫道替你家主子瞧瞧。好浓的邪气，邪气入体者会受万蚁啃制之痛，常人往往撑不过几日便自我了断。而阁下身上的邪气已快侵蚀到肺腑，能撑到今日，实在令人佩服。贫道这就帮阁下除秽。是你，是你！太好了，你没被刘根文的卑鄙小人害死。九女娘娘认识在下，你不记得了？3年前黑龙堂，你救过我。当日水下太黑，我救人心急，未曾看清姑娘长相。但仙子您怎么落水？黑龙潭中的黑蛟为祸人间，我下凡斩杀他，受重伤坠入深潭，幸得你出手相救。可惜有人冒领了你的救命之恩，害我一直未能回报这份恩情。仙子为护人间苍生遭难，能帮到仙子是在下的荣幸，不敢挟恩图报。仙家讲究因果，你救了我，这个恩我是一定要报的。闭眼，我看看体内这邪气是何情况。道长和仙子方才替我拔除那么多邪气，我如今已经好受很多了，没法完全去除也没关系的。公子不必担忧，邪气可除。我只是觉得刘根文那畜生死1万次都不够。你体内邪气来自那条黑蛟，那日黑蛟自爆后，残骸进入黑龙潭中，邪气在水底四散开来，而你被刘根文推下水，在潭水中待了太久，这才会沾染了如此严重的邪气。原来那日谋害我之人叫刘根文。你遭此劫难，皆因救我而起，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彻底拔除体内邪气。等等，这邪气如此厉害，可会……公子莫怕，邪气入体虽久，但我会用仙力助你调理身体，定不会叫你留下病根。仙子误会了，我是想问，这些邪气如此厉害，替我拔除可会伤及仙子您自身？仙子误会了，我是想问，这些邪气如此厉害，替我拔除可会伤及仙子您自身？恩公为何会这么问？来时的路上，依稀听见您为救人舍了半副仙骨，还受到了天罚。我不希望仙子您牺牲自己的性命健康自身来报这份救命之恩。我救人乃自愿，不想变成挟恩图报，让自己良心不安。家中多亏了阿芝操持，阿芝辛苦了。多亏了有阿芝你替我照顾母亲，得其如此，夫复何求？阿芝辛苦供为父读书，等我高中，一定让阿芝过上好日子。我还真是眼瞎的厉害，居然一直没看穿刘根文的伪装。他向来只会动动嘴皮享受我的付出，其实从未心疼过我。他这种自私自利、没有良心之人，怎么会做出舍命救人之事？放心，救你不会伤及我身体，相反，还上这份迟到的因果，还有利于我今后修行。抬上你家主子，跟我去后殿吧。还好，恩公来得及时，若是再迟几日，邪气侵入心脏，便是我也无力回天了。我这就替你驱邪拔物。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斩妖缚邪，凶秽消散，道气长存。感觉如何？可还有不适之感？很好，多谢仙子。
难怪中了黑胶整邪物的邪气，还能撑这么久。除开恩公意志力无比坚强外，更重要的是你身负龙气和很深厚的功德之力。看来恩公身份很不一般呢。在下并非有意隐瞒仙子。恩公别急，我没有怪你的意思。仙子莫要再称呼在下恩公了，在下沈度，是当今皇上第3子。出生后，国师拼命说我有仙缘，于是我自幼便随师傅在山中修行，降妖除魔，济世救人。原来如此，难怪沈公子身上既有龙气护体，又有深厚的功德之力。幸好你身负大气运之人，这才给了我弥补的机会。若非如此，我此番得知自己错将仇人当恩人，导致恩人惨死，定会道心受损，再无重新飞升的可能。或许这便是天道的慈悲，善恶到头终有报。九女娘娘，您心怀苍生，救苦助难，有大爱，不该落得这样的下场。沈公子说的对，苍天有眼，兜兜转转，命运也许早已安排好了一切，结局终会拨乱斩正。仙子此话何意？你的身体想要大好，需要一位长在悬崖峭壁之上，百年难得一株的霓裳花。巧的是，刘耕文当年以为我需要，于是冒险去悬崖上摘下了一朵，如今刚好能用来为你医治。此物如今被刘耕文捡给了沈娇娇的父亲齐王，他还未来得及服用。其实3年前我回京参加家宴时，曾注意到齐王身边似有邪祟之气，但尚未来得及细细调查，便因邪气入体，无力再调查齐王之事。刚好此番可以借讨药师上门，好好查一查他。或许我可以让罪证送上门来。或许我可以让罪证送上门来。要怎么做？九女娘娘有何吩咐？让人去散布消息，就说我为了报恩救人，再次舍了自己半副仙骨，所以接下来几日九女杀会闭门谢客。这样就行了吗？走投无路的绝望和痛苦会激发出一个人心底的罪恶的一面，我相信刘耕文不会让我失望的。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我好痛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附庸用了7次连也没用？娇娇，你再忍忍，太医马上就到了。别跪了，赶紧来瞧瞧我女儿这是怎么了。王爷恕罪，郡主这病微臣治不了。怎么可能？你不是神医吗？还没治就说治不了？老夫是神医，不是神仙，外头都传遍了，郡主这得罪了仙人，受了神罚，臣无能，治不了，臣告退。你给我站住！刘耕文，父王，我要见他。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那没用的男人？是九女娘娘说，将我的命和他拴在了一起，我分担他的痛苦，他分担我的寿命。什么？是他把你给害成这样的？来人，将刘耕文给我带过来！你这蠢货，贱命一条，死不足惜，怎么敢连累我的宝贝女儿？娇分担的是你的痛苦，那如果你死了呢？娇娇，怎么会这样？自然是因为他会分担我的痛，所有的痛。你怎么会？可这就是他对我的诅咒，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杀我只会让你女儿跟着我痛。好得很！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吗？来人，把他老娘给我狠狠的打，再把他刘家的祖坟都掘了，把那些尸骨拖出来丢去喂狗！不要，我有办法能救你女儿。什么办法？杀了九女娘娘！杀了九女娘娘！你疯了！那可是天上的仙人！仙人又如何？仙人也是死的。住口！圣上素来敬畏神明，你莫别说这等大逆不道之言，连累本王。王爷真的不心动吗？他那放仙骨便能让我起死回生，高中状元，甚至能让我踏上仙途，长生不老。若您能得到整副仙骨，你有什么把握？我听说阿芝遇到他真正的救命恩人，而那人似乎也快死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定会救那人。之前他抽出半副仙骨救我后，虚弱了好几日，比凡人还要脆弱。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可他如今在九女庙，庙主和庙中侍奉香火的那些道长都不是同人，所以我需要王爷的帮助。王爷手下不正好养着一批修炼邪术、不敬神明的能人异士吗？你从何得知的？王爷不必如此紧张，
如今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您想救郡主，便只能随我赌一把。好，本王将人借给你，你最好能成功将仙骨带回了，否则本王有的是办法让你和你娘不得好死。来了，都是我不好，害仙子抽出自己的仙骨来救我。你与我有救命之恩，不过半副仙骨而已，公子莫要放在心上，我养几日便好了。如何？确实如刘公子所言，九女娘娘抽了仙骨躺在床上，虚弱的连药都要人喂。走吧，该我们去试仙了。什么人竟敢夜闯九女娘娘住处？你还真为了这个穷酸贱民挖了自己半根仙骨？就你是，你也是个贱民。哦不，你还是个狼心狗肺、不要脸的畜生！我想起来了，当年就是你故意将我推入水中，不要脸的霸占了我救人的功劳。想不到你这贱民命这么硬，居然这都没死。不过也好，要不是你还活着，九女娘娘又怎么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呢？陆根文，你该痛不欲生才是，但如今却没事人一样。你是用了什么邪术？但邪术到底是邪术，你以为能坚持多久？没关系，我不用坚持很久，我只需要杀了你。大胆，你敢弑仙？九女娘娘可是天庭的九女娘娘，你就不怕天庭怪罪下来？仙又如何？你说过的，凡人融合了你的仙骨，一样踏上仙途修炼飞升。呸！你这种没人性的东西，还想修仙？可别脏了登仙的路！我知道你还恨我，但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我又怎么会为了青云洛攀上福安郡主？你忘恩负义、攀附权贵，倒还成了我的错了。其实你我夫妻一场，我也不想杀你，只要你愿意重新分我半副仙骨，带我一起飞升，我们还像从前一样恩爱，不好吗？滚！哈哈，好好，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不念夫妻一场的情分了。都进来吧！诸位动手吧，他此刻最是虚弱，你只要抽出他的仙骨，齐王答应了，会将他的仙身赏给你们，任由你们分食他的血肉。好啊，齐王果然养了一群邪修，分食仙人血肉都说得如此轻描淡写，可见为了修炼邪术，残害了多少百姓。来人，将这群恶贯满盈之人拿下，查抄齐王府。你是何人？沈度，当今圣上第3子。倒是小瞧了你，不过这庙中颇有修为的道士都已经被我们摆平了，靠这一群凡人也想拦住我们？那靠我了。你没有抽仙骨救人，你是骗我的。当然，我若不散布这样的假消息，你怎么会带着这些人自投罗网呢？是啊，齐王平日里将这些人藏得太深，本王虽知道他有问题，却始终找不到证据。如今可真是要多谢你亲自将人送上门来。九女娘娘，您这一手请君入瓮之计，当真是妙得很。哼，真当贫道半生修行是摆设呢？就你们那点微末邪术，真以为能迷晕贫道等人？动手！大胆邪祟，哪里逃？不必追了。想要钓到大鱼，总得舍得鱼饵才行。这几人实力实在太弱了。没错，若齐王万养的邪修只是这种实力，我这些年对他的探查不可能总无功而返。齐王疑心深重，行事谨慎，给刘耕文的这些定是些无关紧要的小卒。关主将人带下去，好好审一审。虽是小卒，但到底是在齐王手下做事，总能撬出些有用的东西来。都是满身恶业的邪修，该搜魂便搜。是。不要搜魂了，我什么都愿意说。也好，我确实有很多疑问想问你。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当年你为什么会藏起我的神仙羽衣？你不知道我是仙人，那自然也不会知道我没了神仙羽衣无法回天庭。所以，那当年你为什么会藏起我的神仙羽衣呢？没有什么，我就是看它好看，觉得它很值钱。这根金簪不值钱吗？你为什么没把它藏起来？好，我换个问题，你这种自私自利又软弱的男人，怎么可能因为我一句话就去爬悬崖摘霓裳花？我当时确实深爱着你，一时冲动。既然你不愿说实话，我说，我那日偷听到你与鸟雀交流，说那七色莲世间罕有，能生死人肉白骨，价值千金。我当时太穷了，听见你说第二天要去摘，我怕被你捷足先登，所以就连夜冒险去摘了。这话听着倒有几分像是真的。我说的真是实话。但那霓裳花何其罕见，你当时还未得到我的福泽庇佑，以你那福薄的命格，怎么可能摘得到？看来还是应该直接搜魂的。不要！我说，那日在深潭边，我本来是真的想救人的，但有个声音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是他蛊惑我将三皇子推下水，也是他蛊惑我藏起你的仙女羽衣。哦，他蛊惑你，你便做了。说吧，他许了你什么好处？他说听他的，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嫁给我。他说能让你心甘情愿嫁给我，就为这等龌龊心思，便要将高高在上的仙女拖下泥潭，当真是卑劣之极！让他说下去，他这么说你就信了，为此不惜动手杀人。原是不信的，但他在我脑中编织了一段梦。梦中我娶了你之后，家中变得富裕，母亲变得健康，我也高中状元，一路平步青云，最后封王拜相。那梦太真实，我不舍得不信。原来如此，难怪我没看穿你。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在与我演戏。但既然那声音这么跟你说，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对我动手？我没想杀你的，我也没有要背叛你。那声音没说你是仙女，我以为你是报恩的女妖。人妖殊途，话本里那些女妖生下孩子后，都会替夫君另寻个高门贵女的。我没想到你会生气。这是什么话本，竟如此无耻！都是些穷酸书生编出来一娱的玩意，也就他这样的蠢货会信。阿芝，我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我只是不知道你竟然是仙女。我没什么要问的了。三皇子，此人当年谋害你未遂，害你受邪气折磨了3年，如今该你清算因果。仙子说的对，修行之人不可内耗，有仇若不报，会产生心魔，影响修行。不要，阿芝，我真的都已经老实交代了，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我相信，但我没说你老实交代了，我就会放过你呢。三皇子，我当年也是被蛊惑的，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你不是想要抓住齐王的罪证吗？我是他的女婿，我知道他一直在炼不死药，那丹房里一定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放我回去，我可以当你们的内验。齐王的事我会自己调查，你只需要赎你自己的罪就行。救命！我不会服勇！救命！你忘了吗？你体内有我残留的仙力，而且我将你的命和温娇娇绑在了一起，在她的寿元用尽前，你是不会死。你害三皇子被邪气入体，受了3年的痛苦折磨，所以你该在这深潭里泡上3年。放心，3年后我们会来接你的。人类总是追求不死，但将不死之人置于一个必死的环境中，一遍遍体验死去活来，不死反倒成了地狱。走吧，他配得上这样的惩罚。
怎么回事？是谁救了我？这声音，你是3年前指引我的人，你到底是谁？果然如仙子所料，是那黑蛟残魂作祟。想不到刘根文这鱼儿竟还能反复使用，倒也不枉我让他活着。你到底是谁？吾乃黑龙潭龙王。龙王，那您为何会救我？你应该知道我得罪了九女娘娘。因为吾不忍见那高高在上的上仙将凡人视为玩物，肆意折磨。听起来他对阿芝不满，也对，3年前就是他让我藏起了阿芝的神仙羽衣，让阿芝回不去天庭，也是他助我摘到7色花，教我对花瓣许愿，让阿芝嫁给我，所以他和阿芝有仇。龙王大人救命之恩，在下感激不尽。在下愿追随龙王大人，为龙王大人肝脑涂地，求龙王大人庇佑。管他是不是真的龙王，仇人的仇人就是盟友。你当真什么都愿意做吗？当年我被那九女娘娘杀死，不甘让我靠着仅剩的一丝残魂蛊惑着凡人，藏起羽衣断了他回天庭的路，还骗他舍放仙骨修惹损大半。做完这些，我的残魂虚弱，只能在潭底等待消散。却没想到，在我临消散之际，属于仙人的血落入水中，重新唤醒滋养了我。那血的滋味真是美味呀！可是不够，天后来得太快了，我需要更多，更多。只要在下能够做到，在下一定拼尽全力。吾需要九女娘娘的精血和仙力。在下确实是那贱人，她根本没有受伤。在下只是一介凡人，实在无法取到她的精血和仙力。不，你能。你娘的身体常年受她仙力滋养，还吃过她用自身精血培养的药材。即使她如今收回了一切，你娘身体里仍有不少仙力残留。只要你将你娘献祭给我，那是我娘，我不能如此不孝。你失了仙骨，五脏六腑在迅速腐败感。你用了邪术来压制这种痛苦，但邪术维持不了多久，只有我能帮你。你真能治好我吗？你真能治好我吗？自然，吾全盛时亦有与九女娘娘一战的实力。只要你助吾夺回力量，待吾杀了九女娘娘，你自可重新拿回那半副仙骨，重新踏上仙途，长生不老。能为龙王大人的大业做出贡献，是我娘的荣幸。她可是你亲娘，你真的舍得？不会心生怨眷？欲成大事者，其亲亦可杀。他居然就这样同意了，那可是他亲生母亲啊！这简直是狼心狗肺、丧心病狂！你早知道他会答应。一个为了攀高枝能亲手对妻儿下手的畜生，为活命出卖母亲，不也很正常吗？抱歉，让你伤心了。只是觉得自己太蠢，听他总将娘不容易挂在嘴边，就真当他孝顺，劳心劳力的替他照顾他娘。如今想想，他要真在乎他娘，他娘怎会因操劳过度落下一身病弊呢？不是蠢，是仙子您心思纯净善良，没有想过人心会这么坏。被骗了不是仙子的错。您说的，我们修行之人不该内耗，会滋生心魔的。对，不该内耗，都是刘根文这混蛋的错。走吧，我们去阻止这混蛋把亲娘献祭给恶蛟。怎么了？不，我们不去阻止。我知道，刘根文的母亲也参与了对你谋害，心思歹毒，死不足顾。但不阻止的话，恶蛟得到你的仙力。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儿啊，这大晚上的，你要带娘去哪里呀？你慢点，娘跟不上了。还能不能走？行就行吧，我背你。娘就知道，我儿最是孝顺的。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龙王大人，我将我娘带来了。什么龙王大人？你要做什么？娘，您说过您最爱我了，为我做什么都愿意，对吗？当然，你是我一手拉扯大的亲儿子，我当然什么都愿意为你做。那就好。其实儿子也很舍不得您，但现在只有您能够救我了。不要！你疯了吗？我是你娘啊！你说过要好好孝顺娘，让娘过上好日子的，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不是说你最疼我了吗？那你就为了我去死啊！儿子，救我！不愧是天庭的九女娘娘，这先例真是大补。在下已按龙王大人的要求做了，求龙王大人医治在下。怎么这么惊讶？没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怎么这么惊讶？没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你个蠢货，被人算计，害本王损失了好些个手下，真是该死！王爷，我错了，我找到将功赎罪的办法了。龙王大人能治好郡主和我。卑鄙小人，竟敢暗算本龙王！区区一条黑蛟也敢自称龙王？不可对蛟龙大人无礼。抱歉，手段上多有得罪，但本王无意与您为敌。本王有权势，有人手，亦有万贯家财，愿倾尽全力助您化龙。凡人，你想从吾身上得到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不假，但黄雀却不知道自己身后还有猎人。用刘耕文这个鱼儿调出黑蛟残魂，再用黑蛟残魂这个鱼儿调出齐王，九女娘娘当真是算无一策。我不过是觉得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与其一个个解决，倒不如给他们个机会，让他们聚到一起，也好一网打尽，免得再有漏网之鱼。本王的爱女得罪了九女娘娘，被迫与刘耕这短命给绑定了命格，如今饱受生不如死的折磨，求您救她一救。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本王可以道歉，但谈合作，本王总得先看看对方的能力。不过一条命线而已。你不能这么对我，我连娘都献祭给你了。废物！吾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现在让吾看看你有何本领，敢说能助吾化活？自古蛟想化身为龙，往往抗过雷劫。但本王翻阅宫中禁书，发现1000年前曾有蛟成功化龙的记载。此法需以万千凡人活计，借万番生梦魂魄吸纳化龙时引来的天雷，方能替蛟挡下杀机。这可是1万条人命，你当真舍得？不过区1万百姓能为黑蛟大人挡灾化劫，助黑蛟大人化身为真龙，是他们的福气。待本成大事后，自会为他们立一块功德碑。上万百姓活计，他怎能轻飘飘说出如此恶毒的话？那些百姓何其无辜！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齐王，在他眼中，百姓命贱如草芥，如猪羊，拿来献祭消灾再合适不过。毕竟猪羊本就是祭祀上的供物，不是吗？凡人，你的诚意我看见了，不过此法耗时耗力，并非上策，晚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愿闻其详。杀了九女娘娘。若能杀了她，我们还来找你做什么？娇娇，不要如此急躁，听黑蛟大人怎么说。他与凡人相恋，触犯了天条，即将迎来天罚。你只需让你的人盯着他，等他被剥夺了仙籍，废去一身法力后，自可将他擒来。这是真的吗？你要受天罚？是啊，本来早就该受了，但天后宽仁，愿意容我亲手了结自己的恩怨后再受罚。为什么？你只是被骗，动了凡心，爱上一个凡人，你未曾做过任何恶事，为什么要受这么重的惩罚？这条不公平！你觉得动了凡心不严重，可神仙会作恶的前提永是凡心。凡心是什么？是欲，却不仅是情欲，还有贪欲、权欲、私欲。神仙的职责是造福三界，如果神仙有了欲望，必将导致三界不宁。三界不宁，这话也太严重了吧？三皇子，如果将下雨的权利交给卖伞的人，你觉得天还会晴吗？而且你觉得我只是爱上了一个凡人，没做什么恶事？其实不是的，我用自己神力织布，帮助刘家发家致富，是与其他织布女争利。我让她变得耳聪目明，福运加身，一路考中状元，这对其他学子又何其不公？甚至这3年里，我数次为了刘家母子而懈怠了身为九女娘娘的职责。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奸大恶之人也是从做小恶开始的。所以欲不灭则道不存，心不死则道不生。这么说，要成仙，就要抛弃所有的欲望。对，顺为凡，逆为仙，逆的就是自己的欲望。如果做不到呢？做不到就重新去历劫，提前阻止自己犯错，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触犯天条，遭受天罚。仙子，我这样凡心太重的人，是不是注定难飞成仙了？你并非凡心太重，而是心存大爱。凡心是欲，欲和爱是不一样的。我停滞了许久的修为突破了，恭喜呀！祝你早日得道飞升，成为庇佑一方百姓的好神仙。那我就先将准备为祸一方的黑蛟和齐王打尽，庇佑这附近的百姓吧。好，我们一起。怎么了？我的天罚要来了。阿芝，你身为仙子，明知仙凡殊途，却仍一意孤行，与凡人相恋，触犯天条，你可罪？阿芝知罪，如今恩怨已了，请天后娘娘降下天罚。念你斩杀黑蛟有功，如今也已诚心悔改，便免你剔骨之刑。赤夺仙阶收回羽衣法器，散去你千年修为，镇于此山山底，反省赎罪，你可有怨言？多谢天后娘娘怜悯，阿芝愿认罪领罚。阿芝，尘间岁月漫漫，望你谨记今日训告，勿再重蹈覆辙。阿芝谨记天后娘娘教诲。哟，这不是我们的九女娘娘吗？怎么会这么狼狈？怎么是你？是啊，怎么会是我？我不是应该被你们扔在黑龙潭里，一遍遍感受窒息而死，死又死而复生的痛苦吗？你说我命薄，全靠你的福泽保佑，你错了。我分明是天生命好，总能遇到贵人。所以，你的贵人让人来送死。少吓我，我可不是被吓的。你触犯天条，受了天罚，我可是亲眼瞧见。如今你法器尽数被收回，法力尽失，还想吓我？那你可以试试。来人，用上，把他绑了，献给黑蛟大人。我看谁敢动他！谁敢动九女娘娘？就只有你一个人吗？收拾你们，我一人足矣。哈哈哈！你想英雄救美，也不用来送死吧？诸位莫怕，
他就是个会点拳脚功夫的凡人。刚刚那下靠的完全是偷袭，如今他连武器都没了。你怎么会法术？你不是皇子吗？谁说皇子就不能略懂一些仙术？怎么可能？太弱了。是啊，太弱。这是怎么回事？蠢货，这都看不懂吗？你就是他们用来探路的弃子。啊！别杀我！是窥视符，所以刚刚发生的一切，齐王都已经知道了。他知道我的实力，知道有我在，应该不会贸然前来对你动手了。确实心思缜密，行事果断。难怪你这些年追查他，却一直没抓住他的把柄。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此刻一定带着那黑蛟残魂躲藏了起来，恐怕不太好找。没关系，至少知道他们会在一起，而且我们也不是没有后手。看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吗？我不信。还是搜个魂更稳妥，对吧，三皇子？说的是。待你抓来九女娘娘助我成功化龙，我自会助你成为长生不老的人间帝王。龙王大人，此事让我去吧，我毕竟和他做过夫妻，是和他牵连最深的人。不，你体内残留的仙力充足，更适合成为我的养分。他为我生过一个孩子，虽然生下来就死了，但他身上有九女娘娘一半的血，一定比我娘有用多了。我这就去把他挖出来献给你。看在你如此懂事的份上，那就再给你一次为吾效力的机会吧。住手！是我的错，我早该想到的。为了活命，他连亲娘都能献祭，被他亲手撕的孩子当然也能献祭。对，是你的错，就是你肯接受我另娶，我们的孩子怎么会死？如果不是你非要逼死我，我又怎么会把他的尸骨献祭出去？你别听他胡说，别让他乱了你的道心。你说的对，他这种畜生不配影响我的道心。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找到黑蛟和齐王。黑蛟吞了你儿子后，功力大涨，贱人，你死定了！这黑蛟把你给撕成碎片，和你儿子在黑蛟肚子里团聚吧！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但你还能怎么样呢？黑蛟已经斩断了沈娇和我之间的联系，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再熬6天我就能死了。刘耕文交给你了，在他身上残留的仙力耗尽前，他死不了，所以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怎么是你？你是人是鬼？你不是已经被黑头吃了吗？当然是因为你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就是傀儡符，当真是逼真。走吧，赶在刘耕文回去前调个包。他是该死，但我身为神仙，却不能放任一个凡人被邪物给吃了。娘，你别听这贱人胡说，我是您最孝顺的儿子，我怎么可能害您呢？哦，忘了说，我将你娘的感官和傀儡绑定了，所以傀儡经历的一切，你娘都切身体验了一次。被亲儿子背叛的心痛，苦苦哀求却还是被推进水里的绝望，你冷漠的眼神，还有浑身骨头都被那怪物勒断的痛，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娘，我错了，你是我娘啊！你说过你会永远护着我，什么都愿意为我做的。娘当然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九女娘娘说了，我还有2年的寿命，所以娘将寿命分你一半，你可不能就这么死了。不，你不能这么对我，你让我死，让我死啊！你是娘10月怀胎，一手拉扯大的好儿子啊，娘怎么会舍得你死呢？不要！啊！就让这对母子互相折磨吧。
我们该去找黑蛟和齐王了。你知道他们在哪里了？这就是我做那只傀儡的另一个考虑。它在黑蛟体内，可以助我准确定位到黑蛟的位置。你总能提前留后手。仙台之谷果然大补，再给吾3日，待吾将其完全炼化。保护好蛟龙大人！你这傀儡人倒是厉害。我毕竟杀过他一次。一般蛇类的命门是7寸，他不知从何处学来的转移命门之法，将自己的命门转移到了腹中。上次交手真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次，我的傀儡人刚好可以疯狂攻击他的命。你们上前查看下情况。他该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王爷，属下先护你们离开。皇叔，这是要去哪里啊？皇叔，这是要去哪里啊？沈度，王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非要盯着本王不放？凭你恶业缠身，不知做了多少伤天害理、残害无辜之事，用上万百姓生计的话，你张口就来，我都不敢想象你手上到底沾了多少百姓的血。不过是杀了些贱民而已，也值得你与本王作对。你与本王同为天皇贵怪，生来就高人一等，不要为了一群蝼蚁。他们不是蝼蚁，是人。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是觉得自己比父皇还要尊贵吗？也是，毕竟你的目的是当长生不老的人间帝王。你都知道，如此本王就不能放你离开了。是我不会放你们妇女离开才对。你们世子恶贯满盈，罪行罄竹难书。今日我定要抓你们回京接受审判。好大的口气！你打量本王不知道吗？你身后那女人已经被废了仙级修为，如今就是个没用的凡人。就凭你一人也想抓本王？就凭这几人，你确定他们护得住你？属下看不透三皇子的修为，恐怕在属下之上。怎么会这样？不若束手就擒，我给你们的可体面。黄口小儿，胆敢大放厥词！黑蛟大人，您没事？你果真被废了仙力，好啊！只要吃了你，吾就不再是残魂，吾会重塑肉身，吾将脱去妖疾，化而为龙。以灵纹所挟根，聚傀儡碎妖元。以灵纹所挟根，聚傀儡碎妖元。怎么可能？你怎么能重伤蛟龙大人？你不是被废了1000年修为吗？我是被废了1000年修为，但谁告诉你我只有1000年修为呢？什么？蛇500年成蟒，蟒500年成男，男500年成蛟，蛟修2000年，走蛟入海，才可化为龙。若我只有区1000年修为，当初如何能斩杀他？别你啊你的，现在能老实束手就擒了吧？要不是三皇子说要公开审判你们，将你们犯下的每一桩罪都公之于众，我真想引天雷把你们劈成渣，劈得你们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撤！快撤！
没事吧？幸好你及时出手，不然我就要跟他们一样了。齐王还真是属地虎，玩得好，一手断尾求生，手下女儿都能随时抛下。但他带走了那条恶蛟，我怕他还没死了用万人生计的心。他本就是残魂，被我的傀儡人破了命门，别说化龙，活下来都没可能。那就好。他怎么样？没事儿，就是晕过去了，估计是刚刚被我情急之下甩出去，磕了下脑袋。没死就好。他那一身恶业，不知犯下了多少罪案，害了多少人。若就这么死了，被他害死的那些人的亲人会一辈子没法释怀的。我已经传信给观主他们，他们会赶来把这群罪人押回去。我们继续去追齐望他们吧。你还能感应到他们的位置？傀儡不是破体而出了吗？破体而出的时候，留了些碎片在他的皮肉里。仙子果然算无一策。这边。等一下。怎么了？感应消失了。王爷，您没事吧？没事，快看看蛟龙大人怎么样了。这蛟龙大人怎么这样了？他本就是被九女娘娘杀死的黑蛟残魂，靠着吸食九女娘娘的精血和仙力，才勉强魂体帮持起来。但还没能重塑肉身，就又被九女娘娘击破了命门，怕是不成了。不，吾修炼3000多年，为何2次都栽在这女人手中？吾不甘心！吾不要死，给吾活人的精血和灵魂，万人生计。你说过的，可以给吾万人生计。你要做什么？既然你活不了了，那不如把你的力量交给我吧。本王身上也有真龙之血，化龙的执念，本王替你完成。不，你不能！不与你合作，你竟敢！好啊，好啊！我区区残魂就能让本王拥有这样的力量。最后的感应是在那里，那儿有个山洞。来迟了。黑蛟死了，被吞噬了。你是说齐王把黑蛟残魂给吞噬了？怎么可能？他一介凡躯怎能吞噬妖魂？手下豢养了那么多邪修，那满身恶业，不知私下用了多少伤天害理的邪术。他想要当皇帝，想要长生不老，显然是已经疯魔了。他吞噬了黑蛟的妖魂会变成什么样？他这是想自己化龙？他现在会去哪里？他在镜中筹谋这么多年，会不会……你先别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分析。你说的对，是我道心乱了。当年黑蛟为平安渡过化龙天劫，偷吃七彩云霞，被我发现后斩杀于黑龙潭。他的骸骨沉在黑龙潭底。吞噬了黑蛟残魂的齐王，若想以人身化龙，必不会放过那黑蛟骸骨。你觉得他会去黑龙潭？但你说的也有道理，他若要做万人生计，一定会选他熟悉且人口密集的京城，我们赌不起，所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黑龙潭，你回京城。好，我回去立刻禀报父皇，让他下旨查抄齐王府，你要小心。你也是。父皇，齐王豢养邪修，企图以活人祭祀黑蛟，妄图借蛟龙之力谋反篡位。此皆儿臣和九女娘娘亲眼目睹，更有其女福安郡主的亲笔供制。混账！好个齐王！朕这些年真当他不慕明锐，只想当个闲散王爷，不想
他竟图谋如此之大！父皇，齐王如今已吸收了黑蛟残魂的力量，实力不可去抢。儿臣恳请父皇即刻下旨，查抄齐王府，通缉齐王，全城搜捕，凡窝藏者，同罪论处。准奏，传朕旨意，即刻封锁城门，搜捕齐王，命禁军统领亲自带队，挨家挨户搜查。儿臣领旨。不愧是修炼了3000多年的大妖骸骨，本王如今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本王是中宫嫡庶，文治武功处处都比沈康那庶子强。凭什么父皇当年会将皇位传给他？凭什么沈度那黄口小儿自小便得有仙缘的批命，本王却寻仙问道无门？本王偏不信命，若这天不顺我，本王就逆天而行。你的逆天之路到此为止了。你的逆天之路到此为止了。顺为凡，逆为仙，修仙本就逆天之举，你凭什么阻止我？你可以逆天而行，但你不该以无辜之人的性命为代价。看来这个才是关键。你主子已经完了，你作为他最信任的心腹，应当知道他所有计划。他在京中是否还留有后手？只要你肯老实交代，我可以为你求情。想让我背叛王爷，你做梦！谁也不能阻止王爷化龙！要做什么？哈哈哈哈哈哈！成了，本王终于炼化了蛟龙残骸。本王现在拥有蛟身，只差最后一步，万门生技，本王就能化龙。就先用你这个屡屡坏本王好事的贱人，来开启这场盛大的祭祀吧。就先用你这个屡屡坏本王好事的贱人来开启这场盛大的祭祀吧。九女娘娘，我等前来助你。就凭你们这点微末修为，也敢来送死？一群连腾云驾雾都做不到的废物修士，也妄想坏本王的好事，不过是来送死，给本王多添几道贡品罢了。你又在嚣张什么？我只是受了伤，又不是不能打了。当年刚偷吃完七彩云霞，全盛状态的黑蛟我也杀了。何况是你这人不人妖不妖的怪物。好，本王今日定要将你们全都撕碎！结阵！九女娘娘，请您相信贫道，我等修行之人亦有守护苍生的能力。因为此阵名唤屠龙。屠龙，此地之所以唤作黑龙潭，是因为真有一条作恶的黑龙被仙人镇压在此地。后来那条黑龙突破镇压，还想要再次为祸，被贫道的仙祖们以此阵法斩杀。屠龙镇城，绞杀！不可能！本王怎么可能输在一群法力低微的蝼蚁手中？你这等恶贯满盈之人，人人得而诛之，他们只是替天行道。不，本王还没输！万民生计，助化龙！万人生计，助我化龙！是你们逼本王的！打这一城，如今全京城的人都要为本王陪葬，
成不了仙，本王变成魔。九女娘娘，这怎么办？心中有人皇与龙脉，他这邪术若成，恐怕祸害的不止京城一城的百姓，恐会造成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立刻赶回京城，无论如何必须阻止此事。来不及了，这可是本王筹谋20年的大阵，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下。它会疯狂吸食阵法中所有活物的生命力和灵魂，直到将阵法中的所有活都吸干才会停止。你去了也一样是个死。三王子小心，这房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自然会的不舒服，因为此处就是齐王手里所记载的万人生计大阵，每年光奉此阵便要12名年轻女子的性命，而他供奉了20年。糟了，齐王他启动了阵法，他想要整个京城数万人命为他陪葬成为的养分。什么？那我们快破阵吧。手札咒中没有记载破的手法。万人生计阵，又名死阵，一旦运转，直到吸干阵法盖覆盖范围内的所有物，无法停下。你去了也一样是个死。九女娘娘，世人供奉我，我便不能不管他们。纵使千难万险，也须得一试。啊，这难道是大阵被毁了？不可能，本王的万人生计阵怎可能被毁？那是本王20年的心血，一定是符咒多年未用出了问题。本王再试一次。那炉子一定就是阵眼，而自古所有阵法，只要毁掉阵眼就能破阵。谁说没有破阵之法？只不过是阵眼吸食生命力，破阵之人必死而已。以我一命换数万生灵之命，没有比这更划算的。我好像恢复些力气了。三皇子，是三皇子牺牲自己救了我们。你去哪儿？去告诉全城的百姓，是三皇子牺牲自己救了我们所有人。这是遭到反噬了，太好了！那个邪恶的大阵真的毁了。神都，是神都。哼，你就这么相信我啊？我好不容易才将你治好的，这才一会儿没看着你，你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样了？没办法，齐王搞出来的那个阵太恶心了，阵眼以活人的生机为食，想破阵就只能牺牲。全城数万生灵和一个我，这都甭选对吧？你毁了我的阵法，我明明就要成功了，为什么你就一定要坏我的好事？你有病吧？你想害死全城的生灵啊？你还怪上我了？我还没找你报害死我之仇呢。对，你死了，好啊，至少黄泉路上有你给我陪葬。凡人沈度，舍身救万民，功德昭彰。今册封为本地城隍，掌一方阴司，护佑百姓永享香火。你看，我就说你很快能成仙吧。恭喜城隍爷成仙了！你居然成仙了！凭什么？本王求仙问道大半辈子，都说本王没有仙缘，本可是天皇贵族，是真龙血脉。就是因为你总将这话挂在嘴边，你高高在上，视百姓为蝼蚁，可神爱世人。放屁！神仙授予天启，法力无边，岂会将渺小的凡人看眼里？无药可救，麻烦关主将他押回京城。等待他的是罪行被公之于众，
凌迟处死。畜生！我家小宝丢了这么多年，原来是被你抓去炼了丹药，你还想把我们都献祭了？我砸死你！毒妇，你还我妹妹命来！就因为她被你喜欢的人赞了一句，你划烂她的脸，将她扔去乱岗。我今天也划烂你这张脸！你这贱民敢动我！我可是郡主，皇伯父最疼我了，我要见皇伯父，我要让皇伯父把你们都杀了！做了这么多恶事，还这么嚣张！对呀，打死他！这老不死的还搞这么多线！要不是三皇子和九女娘娘，咱们可就都死了！弄他！终于结束了，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结局。来人间走过一遭，尝过真心，也受过背叛，见过恶，也守住了善。如今回头看看，眼前有万家灯火，耳边有欢相续，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神仙日子。